别看了，喝酒啊！哎，顾兄弟，我亲闺女怎么就变成了格格了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别问我了，我也乱着呢。 这次敌人不战而退，咱们喝这杯酒，可不是因为打赢了。从乌珠穆庆一直到长城，都是一家人。咱们兄弟之间打打仗，算不了什么。可现在，有人拿着火枪冲进来了，草原不会安宁了，天下要乱了。我下定决心。 绝不会跟敌人低头。如果你们和我一条心，就把这杯酒干了。哈哈哈！从此我们科尔沁部落又多了一个格格。格格！ 你们都见过格格了，额驸你们还没见过。我让额驸出来跟大家喝杯酒。王爷，我们的额驸。 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需要的药品，险些被汉龙这个狗贼坏了事，总算是立了一个功劳，所以我放心，将格格嫁给他。额驸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？土地、牧民，还是做个大将军，带兵打仗？ 王爷，我有一个请求。和我一起被抓的那些牧民俘虏啊，他们也是蒙古人。我听说他们被抓走以后就要拉去做奴隶，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。我想请您发下一句话，把他们都给放了。哦，那就都赐给你。 当奴隶。好，奴隶，奴隶。我自己做过奴隶，我知道那种感觉并不好受，所以我不想任何人去做我的奴隶。我的意思是，请王爷还他们自由之身。你是？ 在改变我的规矩吗？就像您说的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到处都不安宁。那些旧的规矩为什么不能改？要是王爷可以善待那些他族的牧民，待到日后抵御外敌之时，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帮手。还请王爷三思。 没有战俘奴隶，我拿什么奖赏那些立功的人？你是什么人？干坏我的规矩！开门！奉科尔沁科夫令，释放所有人等。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家，无家可归的留在部落里种武器、牛羊、帐篷。
走吧。他们都说我们这位额驸仁慈的像天神一样，释放了那么多战俘和奴隶，你真应该出去看看。哎呀，不过刚刚你说的那些话，我真没想到，连王妃都说她头一次看到有人敢这么顶撞王爷，你真厉害。顶了就顶了呗，对不对？大不了他砍我的脑袋，再给你换个额驸也是。谁稀罕呀？王爷说了，你留在这儿，他护你周全。我也可以留下来。要是没有你常玉儿，几个古平原也都死透了。我如果还是自由身，就留着在草原上，每天骑骑马、放放羊，挺好的。可惜我不是啊。多大点事儿啊！头回见你这样，连死都不怕，说话绕这么多弯子，不就是流放吗？你没让朝廷逮住，就算是让我逮到。你这个哥哥是真哥哥，我这个额驸是假冒的。我家中有婚约。我倒没听你提过。之前我跟你提过我爹的事儿，那个时候我家境窘迫，念不起书。那我们村里私塾有一个姓白的先生，他看我可怜，就不收钱教我读书认字。他膝下有一女儿，叫白一梅，上京赶考之前，那是换过帖，放过定的。本来想着科考完之后就回去成亲。那他如今呢？如今不知道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吧，我觉得咱们也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。我得跟你说实话，我身为流犯，家有婚约，我配不上你。哎呦，我看我真是喝的有点多了，穿了这身衣服，就有点忘了什么格格额驸的呀。逢场作戏吧。
老天爷真是帮忙了，热度啊，居然给降下去了。真趁吃糊的了，喝口粥都费劲。打上初愈啊，慢慢就好起来了。大难不死，必后福啊！四爷，我顾平原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，我一辈子念你的恩，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可以报答。哎，讲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？我长此走了一辈子江湖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能把你救活，算是圆满了。常姑娘的，这几日我迷迷糊糊的，每次醒来看到她，不是在煎药，就是在打水洗手间。我这一条贱命，还能有这种福报，我想好好谢谢她。不说他了，说说你吧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。乡里的那些人都知道我被革了功名，被流放了。我怕我猛地这么一回去，会惊动官府。你就跟我一起回平遥吧。我怕不妥。好了，就听我的吧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有个老娘，还有弟弟，还有个白老师。还有个老师。白老师对我很好的，他还把他的亲生女儿许配给我。郭兄弟，你不是说你未曾婚配吗？啊，我说我还没成亲，本来约定的等大考完之后再说亲事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你好好歇着，少说话，伤气。干什么去啊？送药。你坐那儿，爹有话跟你说。孩子，从今以后，照顾古先生的事儿，你不用管了。行，我去把药锅洗了，也不用再找大夫，把他往街上一扔，还省房钱。净说屁话，坐下。不是你想让他活吗？提着脑袋一路带着他。我说的是你。人过去，心不能过去。这些天你没日没夜的照顾他，爹都看在眼里。我提醒你，你还是个姑娘，还没找婆家呢。我老了，也跑不动了。以后啊，你得踏踏实实的嫁人。我也没有儿子，只能守着你过。你总不能嫁一个流放的犯人。爹，我救他不是因为我要嫁他，是因为古大哥是好人，也帮过我们。我不能眼睁睁就看着他这么死掉。你莫说他是流放的犯人，他就算是妖魔鬼怪，今儿我也要救。烫着。快到家了啊！都打起精神来！你看，那就是雁门关，说书先生讲的。金刀杨老令公带着7狼8虎镇守在此，要不是双龙会在那奸臣潘仁美所骗，
何至于把一位盖世的英雄逼得撞死在这山上？我真后悔。人家被撞死，你后悔什么呀？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，我总抱怨他，听书只能听一半，不管多么牵肠挂肚，非走不可。再回来，要么换了一个说书先生，要么换了一套书。只有那年下大雨，马队走不了了，我完整的听了一部《杨家将》，只可惜我喜欢的人全死了。但现在想想，倒也是，好日子难得。你看，像我爹，这几日这么高兴，还有你陪在我身边说笑。这么好的日子，不知道将来想起来，会不会也特别难过？你当我瞎讲吧，我爹总说我爱胡思乱想，没个正经。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。古人常说，努力爱春华，莫忘欢乐时。人这辈子快乐的时候本身就没有多少。下次你爹再跑马帮，我想跟着学学做生意。我爹说了，你是读书人，是要考状元做大官，经商是建业。我还考状元呢，我都被人革了功名了，这辈子都没有当读书人的资格了。天底下士农工商，但谁说商人就不如读书人？哎，你说如果我求求你爹，让他收我为徒，教我做生意，他能答应吗？我爹必然十分欢喜。他若不教你，我可以教你。嗯。哎，古大哥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你想？你千里迢迢逃出来，就是为了跟我爹学做生意？我若说是，那便是骗你。实在是，我经历的这些劫难吧，都太过古怪，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原因。但这辈子，就算是豁出命去，我也得搞清楚。什么？在我儿时，我爹外出会试，结果一去不复返。待到我要去京城会试之前，老娘再三叮嘱，无论如何都要找一找我爹的下落。我去到京城四处寻访未果，之后，便在考场里出了事。我总觉得后头有一只手，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向我父子痛下杀招。至于中间的是是非非究竟是如何，我若不逃出来，一直在宁古塔，我想破了脑袋也没用。那你要到哪里查出真相？开始只想着先逃出来再说，如今真成了流犯，天下之大却无处可逃，真是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古大哥，你是好人，天下有路，天下人走，你不妨委身在此，学学生意，等到朝廷大赦再动身也不迟，何必长吁短叹呢？你说的对，我是古族人的酸气又冒出来。准备下山。咱们快到家了。四车不见了，四爷，搁哪放他了？发财发财！哟，回来了啊，黑子哥。四爷好啊！好好好！哎呦，拜个早年啊，四爷！四爷发财！四爷发财！四爷发财啊！发财发财！四爷，恭喜发财！哎，曹四爷回来了。哎，啊，四爷，有些子怎么见了？哎，你没见过银子啊？好家伙，这银山，这不得上千斤重啊！怪不得叫祭祀贼呢，这天底下谁搬得走啊？这就是王天贵的票号，平遥城里第一不仁不义的东西。若不是他，我爹何至于到冰天雪地的关外去受罪？走。四爷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爹前年就不打算往外跑了，买了一个房子，包了官家的2亩盐田。这王天贵不知道听谁讲，说
我家那套宅子盖在平遥县城的龙头上，最是发达。他几次想买，我爹不肯卖，他就唆使那李赖子到官府里去告。县太老爷也被他给买通了，案子挂起来不审，还封了盐田，说结案之前不许出言，差点没把我们家给憋死。